Hello， 大家好，小岛来了。这期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军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款。它的设计方式呢，跟之前介绍的军用饭盒很不同，主要表现是可以盛装多种类丰富的食物，而不强调野战埋锅造饭的能力。这就是美国军用饭盒。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士兵的军事待遇非常优渥，因为美国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及强盛经济能力，所以有强大后勤支持，对于行军打仗的国家士兵们可以提供多元丰富的战场食物，在当时来说是很奢侈的，还能喝到可口可乐，甚至冰淇淋。既然部队在伙食上吃得那么好，那么跟他们搭配的餐具饭盒肯定也不会差。雏形在早期一战，最开始是铝材，美军使用的 M1910 铝制饭盒，之后出现了 M1932。盖子设计通过冲压方式制作了2个深槽，画出了2块地方，可以盛放2种不一样的食物。到了1942年的时候，铝材需要大量投入军用飞机的制造，开始改用不锈钢代替制作，发展出服役最长时间的 M194R 不锈钢饭盒。一般来说是使用在后勤提供的野战厨房供餐情况，可以一手端着，饭盒能拿来盛汤或流体食物，饭盒盖子能够用来放面包或者是其他一些军用食品。这有点类似某些自助餐厅提供的食物分隔盘的方式，让食物彼此不会味道掺杂。因为发现这种搭配很适合中餐，菜盘放一荤一素，很不错。Nice。当士兵没有野战厨房支持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加热单兵军粮。饭盒本身就是一个平底锅，能够处理军粮罐头的火腿肉、烤牛肉、咸牛肉、鲑鱼和沙丁鱼等等等等，甚至还可以使用配发的面粉和鸡蛋粉做烤薄饼。在盒盖凹槽放置涂好黄油的面包片、火腿肉、罐头蔬果及豆类。1936年，美军口粮细分为4级。A 军粮新鲜食物， B 军粮罐装半成品， C 军粮罐装可即时熟食， D 军粮浓缩巧克力棒。日后军粮会专题介绍。在2战中，美军的伙食最为丰盛，还有即冲即饮的咖啡、巧克力、可口可乐、口香糖和野战饭盒，都是当时官兵随身的几件受用物品。战时物资的供应充足，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那么美军饭盒要如何运用在我们现代的户外活动呢？先来看看外观，这个是1965年的版本，厚实的手把上有军品编号及制作年份的钢印，手把末端有锁扣挂钩及扣环，使用铆钉固定方式。这是1982年的版本，一样有美军 US 军品编号及制作年份的钢印，挂钩及扣环跟1965年份的差不多。固定方式已经改为焊接，用料一样厚实。这个是亮面304不锈钢复刻版，中间的手把用料相对原版轻薄些，没有军品钢印，末端一样有锁扣挂钩及扣环。铆钉结合，转折处空隙比较大。打开1982年版来看看里面，挂钩扣得很紧，拉开手把，打开上盖，是有2个区隔位置的菜盘，边角有圆弧处理，不易卡脏，好清洗。饭盒主体就是椭圆形的平底煎锅，焊点结合，内侧平滑，锅底边角更圆弧，材质上没有上盖那么厚重。手把用料很厚实，有圆弧及凹槽设计，握感舒适。分隔菜盘可以直接架在手把上，扣环可以帮助固定，组合之后能单手拿取，这在户外不落地用餐时会很方便。
用完餐清洗后，挂环反扣在手把上，用末端的挂钩可以吊起来晾干。正常来说，这个餐具系统应该有3件套，除了饭盒套，还有水壶套，包含不锈钢水杯，还有餐具套，有锋利的餐刀、餐叉、汤勺、餐叉、汤勺的曲线贴合。常用的65年版打开来看看，上盖情况跟82版差不多，有一点刷洗的痕迹，锅底有些变形。外侧有经过柴火烧黑刷洗过，是的，锅底因为厚度比较薄，面积又稍微偏大，如果火焰集中或受热不均匀，会烧变形，这个就是经过柴火洗礼所造成的。另外，内侧的铆钉周围会有点卡脏。再来看看如何配置，就用打开的1965年版来做示范。先放进德军折叠炉，一块清洁布，一支 Opino 8号小刀， Soto 打火机，咖啡包。椭圆边角空间可以放调料瓶，中间位置放上餐具组。如果担心餐具散落，可以加上固定套。That's good. 或放入小布袋。汤勺左右两边的空间还可以放2瓶调味料、茶包，多一支备用叉匙。花生酱、小岛燃料瓶、小瓶食用油已经装得满满的了。把握两边高中间低的原则放置就可以，盖上盖子没问题。用复刻版来示范。做工及材料厚实度都还可以，是实用的平替版。先放入1包快餐米饭，再放进汤包、茶袋，再放进一个小酒壶、食用油，中间放进餐具组。鱼罐头，4个角落放进调味料罐，完成，盖上盖没问题。这个瑞士小菌包尺寸很合适，可放进一个燃料瓶、美军饭盒，旁边的空间可以放面包干、2罐火腿罐头。哇哦，满满一袋伙食包，高度还可以再放一包面包干。尺寸非常匹配美军饭盒。不同于一般军用饭盒的升锅方式，方便部队杂菜汤类炖煮，而是采取浅锅平底锅设计，更适合多样性的煎炒。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烹煮能力。今天我们就选择1965年版本这个有经过柴火烹煮过的来示范。
上就是美军饭盒的介绍，以及在户外露营的使用搭配。喜欢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我可以再将美军饭盒的周边套件及美军种类繁多的野战食品军粮发展介绍给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多多给我鼓励。下期我们再见。